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來進行一場深度的地緣政治拆解。我們要探討的是近期英國牛津大學辯論社一場引發全球高度關注的世紀辯論。這場辯論的核心命題非常尖銳，那就是以色列是否比伊朗對中東地區的穩定構成更大的威脅。這絕對是一個充滿極度爭議的話題，也牽動着全球最敏感的地緣政治神經。不過呢，我們今天的目標絕對不是要幫任何一方選邊站。我們這集會完全保持客觀中立的分析視角，單純從反方代表，也就是知名講者 Helen Neuer 的論述中來拆解他到底是如何運用歷史數據、國際關係法則與深度的地緣邏輯來反駁這項命題的。這是一場非常精彩的邏輯推演，大家可以當作是一堂實戰的地緣政治邏輯課。為了讓大家能徹底吸收這些複雜的資訊，我把講者的論述精準拆解為6個核心部分。第一是辯論核心焦點，第二是以色列區域聯盟，第三是伊朗代理人網絡，第四是跨國鎮壓行動，第五是地緣政治邏輯，最後則是核心觀點總結。我們一步一步來拆解。我們直接進入第一部分，辯論核心焦點，也就是講者如何重新定義區域穩定的真正標準。重點來咯，大家要知道，在任何一場高階辯論中，誰能搶下核心名詞的定義權，誰就掌握了勝負的關鍵。講者在開場時直接提出了一個非常具有顛覆性的主張。他認為，衡量一個區域穩定與否的標準，其實不在於誰發起了戰爭，而在於誰阻止了戰爭。他主張，這才是檢驗一個政權對區域穩定貢獻的真實指標。為了證明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國家願景，講者對比了2份最具代表性的建國歷史文獻。第一份是西元1948年的以色列獨立宣言。這份宣言裡面明確記載着一個訊息，也就是他們向所有鄰國及其人民伸出友誼之手，並主動提出和平的提議。而作為強烈的對比，另一份文獻則是西元1980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後何梅尼的公開宣言。何梅尼在宣言中明確指出，伊朗將向全世界輸出革命，直到特定的宗教呼聲響徹全球，並強調這將是一場持續不斷的鬥爭。講者就是透過這2份奠基性的歷史文件，精準地勾勒出2個國家在意識形態目標上的根本差異。一個在建國之初尋求與鄰國和平共處，另一個則是將輸出革命作為國家的核心戰略。接着來到第2部分，以色列的區域聯盟，探討溫和派阿拉伯國家的防禦防火牆。我們繼續聊下去，講者建立的第一個分析支柱是主張以色列在現今的中東地緣板塊中，其實扮演着溫和派阿拉伯國家的防禦性火化牆。為了證明這一點呢，講者梳理了一條長達40多年的外交時間軸。回顧歷史，西元1979年，埃及率先與以色列簽署了和平條約。接着，在西元1994年，約旦也與以色列簽署了和平條約。而近代具突破性的，則是西元2020年簽署的亞伯拉罕協議。透過這個協議，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摩洛哥與蘇丹紛紛與以色列實現了關係正常化。講者特別強調，這些絕對不僅僅是表面上的和平合約，更是實打實的經濟與戰略結盟。大家可能很難想象，以色列每年向極度缺水的約旦提供了高達1億立方公尺的水資源，同時，埃及與約旦也大量進口以色列的天然氣。這些跨越40年的條約以及實質的經濟命脈相連，在講者看來，已經證明了一個穩固的區域戰略聯盟早就成型了。為了進一步證實這個聯盟的實質影響力，講者引用了一段非常關鍵的內部對話。這是一段從哈馬斯高層會議記錄中被截取出來的原文，上面清清楚楚地寫着，沙烏地阿拉伯與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關係正常化協議正在取得重大進展。講者基於這段會議記錄，推導出一個深度的戰略邏輯。他認為，西元2023年10月7日的突襲事件絕對不是一場偶然擦槍走火的衝突，而是一場經過精密計算的戰略行動。
這場行動的核心目的就是要徹底破壞沙烏地阿拉伯與以色列之間即將達成的歷史性關係正常化。講者接着提出了一項非常具體的軍事行動數據來驗證這個區域聯盟的堅固程度。在西元2024年4月13日，伊朗對以色列發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軍事打擊。這場攻擊的規模極度龐大，包含了高達170架自殺式無人機、30枚巡弋飛彈，以及超過120枚的彈道飛彈。這可以說是一場真槍實彈的生存考驗。然而，這場空前攻擊的結果卻意外揭示了中東權力結構的真實樣貌。根據講者提供的資料梳理，當天參與防禦攔截這些飛彈與無人機的聯合防空網絡，實際上可以分為兩大陣營。第一陣營是西方軍事力量，這包含大家熟悉的美國、英國與法國。但真正令人注目的其實是第二陣營，也就是阿拉伯國家。約旦的空軍直接升空參與了攔截行動，而波斯灣國家，例如沙烏地阿拉伯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則是提供了關鍵的雷達追蹤與情報數據。講者認為，這些阿拉伯國家積極參與保衛以色列的行動，無疑是現實世界中最真實的一場投票。這直接反映了他們在戰略上究竟將誰視為可以合作的生存夥伴，又將誰視為真正的生存威脅。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講者剛才是透過防禦聯盟討論了以色列的區域角色，現在我們順着講者的邏輯進入第三部分，探討伊朗代理人網絡的實際運作。講者認為，這才是造成中東區域動盪的真正核心。在這邊，我們必須先帶入一個深度的地緣政治概念，那就是代理人戰爭。所謂的代理人戰爭，是指一個主要強權國家為了擴張自身的影響力或是打擊對手，自己卻不直接介入武裝衝突。相反地，他們透過提供資金、武器與軍事訓練，利用第三方的武裝勢力來代替自己進行戰爭。這種模式允許大國保持表面上的模糊空間，大幅降低了自身承擔直接開戰的風險，但同時卻能對目標區域造成毀滅性的打擊。講者明確指出，伊朗正是利用了這種模式，在整個中東地區建立了一個龐大且深具破壞力的網絡。根據講者的描述，這個代理人網絡的規模非常驚人，橫跨了5個主要區域。它包含了也門的青年運動組織、黎巴嫩的真主黨、敘利亞境內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與民兵組織、伊拉克境內的武裝團體，當然還有加薩走廊的哈馬斯。講者強烈主張，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所到之處，並沒有為當地帶來穩定，反而是為這些特定的社會帶來了體制性的崩壞與深遠的災難。講者以也門為例，提出了非常具體的數據。也門的青年運動在完全未受挑釁的情況下，從距離1000英里之外的地方，向以色列的城市發射了超過400枚的飛彈與無人機。這裡出現了一個極其殘酷的地緣矛盾，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實。也門國內其實正面臨嚴重的饑荒與經濟崩潰，無數的人民正在挨餓。但是，這個組織卻將極度稀缺的國家資源大量投入於無休止的跨國武裝衝突當中。講者認為，這一切行為的背後，正是因為擁有了伊朗的資金與技術贊助，這完全偏離了任何尋求區域穩定的正常邏輯。接着，講者精準拆解了代理人勢力是如何從內部徹底摧毀一個主權國家的。他以黎巴嫩與真主黨為例，歸納出了4個系統性崩壞的致命步驟。第一步是掏空國家機構，大幅削弱政府的實質治理能力。第二步是建立平行的軍事力量，打造出一支甚至比國家正規軍隊還要強大的武裝部隊。第三步是全面奪取經濟控制權，就包含了控制邊境、港口以及龐大的走私管道。而最後的第4步，則是這些掠奪行為最終觸發了整個國家的金融崩潰。講者非常生動地形容，這其實就是一個代理人帝國，實質上取代了原本主權國家的過程，這讓黎巴嫩永遠徘徊在戰爭與國家破產的懸崖邊緣。
講者提供的各項數據一再顯示了這種代理人模式的毀滅性破壞力。在敘利亞，講者指出，伊朗的軍事介入與對阿薩德政權的全力支持，導致了一場駭人聽聞的人道災難。這場漫長的衝突造成了估計高達50萬人的死亡，並迫使數百萬的平民流離失所。同時，講者也特別提到了加薩走廊。他認為加薩原本其實擁有發展成繁榮地區的巨大潛力，但在哈馬斯的控制與伊朗的龐大資助下，大量的民用資源被強行挪用，整個地區從內部被掏空，轉變成一個龐大且複雜的地下軍事堡壘。講者將敘利亞的悲慘現況與加薩的全面軍事化作為伊朗破壞區域穩定的最終實證。接下來進入第4部分，跨國鎮壓行動。這探討的是政權對內與對外的暴力衍生。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講者在此時進行了一個非常漂亮的視角轉換，帶出了他的第3個分析支柱。他將焦點從中東區域內的代理人戰爭直接轉向了全球範圍內的行動，以及針對內部民眾的嚴厲鎮壓。他深刻地認為，一個國家的真實本質不僅僅體現於他的外交政策，更體現於他到底如何對待自己的異議分子。講者列舉了多起跨越國界的暗殺企圖，他具體提到，伊朗政權針對流亡海外的異議人士展開了毫不留情的追捕。舉例來說，在美國紐約的布魯克林，針對積極推動女性權利運動的記者馬西·阿林扎德，就發生了多次的暗殺與綁架企圖。而在英國倫敦，針對記者普利亞·澤拉提也發生了實質的暴力襲擊事件。類似的針對性行動更是一路蔓延至歐洲各地。講者還回溯了歷史，提及西元1989年針對著名作家薩爾曼·魯西迪所下達的全球追殺令。講者透過這些血淋淋的事件，主張這種將國家暴力直接延伸至他國主權領土內的行為，絕對是極端破壞國際秩序的表現。在內部治理方面，講者提出了一項非常驚人的官方數據。在西元2022年，伊朗國內爆發了著名的女人、生命、自由大規模抗議活動。在這段期間，伊朗政權在全國範圍內逮捕了高達2萬名的抗議群眾，並造成至少551名伊朗民眾不幸喪生。講者在這裡巧妙地將這個數據與以色列進行了對比。他指出，在以色列國內，民眾常常舉行數萬甚至數十萬人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來反對政府的決策，而這是被允許的民主日常。講者借此反問在場的所有觀眾，一個會對國內抗議者施加如此龐大武力鎮壓的政權，真的符合我們對於尋求穩定的定義嗎？第5部分，地緣政治邏輯。我們來看看2種生存戰略的激烈碰撞。經過前面幾個層次的抽絲剝繭，我們現在要拉高分析的維度，進行深度的地緣政治邏輯統整。講者提供的所有數據與歷史案例，其實都在共同指向一個更宏大的歷史脈絡。這絕對不僅僅是2個中東國家之間的單純衝突，更是2種完全不同的生存戰略正在發生劇烈的碰撞。講者將這場辯論的核心升華為2種地緣政治模型的終極對決。在天平的一方是透過經濟合作與外交條約建立起來的防禦性聯盟防火牆，而在天平的另一方則是透過武裝民兵與意識形態輸出不斷高速運轉的代理人戰爭革命引擎。講者這整套論述的底層邏輯在於，真正的區域穩定究竟是必須透過國與國之間的利益整合與和平共處來實現，還是能夠透過無止境的意識形態擴張與武力顛覆來達成？講者顯然堅定地認為，前者才是通往長久穩定的唯一道路，而後者正是所有動盪的根本來源。來到最後的第6部分，我們快速檢視一下講者提出的核心觀念總結。最後總結今天的3大重點。講者透過層層遞進的嚴密邏輯，完整建構了他的反方論述框架。第一點，以色列的生存戰略高度依賴於與溫和派阿拉伯國家建立實質的防禦與經濟聯盟。第二點，伊朗的戰略核心在於透過大力贊助代理人網絡，向多個國家輸出革命意識形態，並且直接導致了當地國家機器的崩壞。第三點，要客觀評估一個政權對區域穩定的威脅程度，我們必須全面檢視它在國內對待人民的方式，以及在全球範圍內對異議人士採取的跨國鎮壓行動。
講者就是透過這3個非常清晰的分析支柱，試圖在辯論會上推翻正方的命題。這套嚴謹的邏輯框架確實為我們理解中東極度複雜的權力博弈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實戰價值的分析工具。這也讓我們不禁反思，放眼全球其他的地緣衝突熱點，我們是否也能夠套用這套相同的標準，來理性找出誰才是真正的穩定破壞者呢？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講者對比防禦性結盟與代理人擴張2大戰略，證明衡量區域穩定的指標應建立在推動經濟整合與阻止戰爭的實質行為上，而非意識形態輸出與武力壓迫。這為評估地緣政治威脅提供了全新的實戰分析框架。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